选举研究中心是一个学术中立、注重理论与实务结合、培养人才的研究机构。我们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也引领了台湾选举与民意调查的研究方向。选人真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学术家庭，我们人少，但是我们的工作共同努力，紧密的团结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是一个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学术单位。我们选举研究中心的创办人那就是雷飞龙老师。那民国72年，也就是民国72学年第一学期那雷老师就在这个大永楼这个有一间旧有的语言教室这个教室不大都可以容纳四张桌子那就可以以这个教室来这个作为选举研究中心的这个筹备的时期的办公跟这个研究的地方。那民国78年1月27日，教育部就发文同意成立选举研究中心。那民国82年选举研究中心就迁到大人楼在这个大人楼就房间就有了几间房间的那么也设立了一个电话访问室不过很窄的，那电话访问室只能这个装了20线装20线就是也蛮紧的，就是了。到了民国89年。也就公元2000年那么选举研究中心就再搬到现在这个县址就是这个综合院馆北栋的5楼。那选举中心是政大第一个这样子做的，我想到目前为止，它也是真正的唯一的在编制里面设有常态的这个人事跟经费的这个研究中心，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我们把单纯的本来的选举研究中心发展到变成一个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这个有当年我跟雷老师跟陈老师的一些比较亲身的接触，还有跟他们聊一下一些理想。然后这里面有个特色啦，就是我们都在密西根大学待过。我们对于密西根大学的那个 ISR 就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都对他们的整套作业程序都其实还蛮习惯的。那我们是在1985年第一次完全使用那个 Michigan 的那个Survey Research Center， 我们讲 SRC， 他们的那个研究问卷的那种格式，像这些有系统的、非常严谨的这个做法，选研我想都是领先的国内的各个学术单位。选研每一次在做研究计划的时候，都有考虑到现在外在的政治环境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那这些变化到底我们要去探索哪一块用什么样的方法进去？我想，不止选研的老师选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邀请了很多其他学校的老师进来那我们其实几乎都是可以很及时的去反映这个社会的变化。我们坚持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客观性跟系统性整个研究案我们都是以能够发掘的民众真正的意见作为目标。
我接任选研中心的时候啊，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已经在政府、在学术界，包括在社会各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知名度。那尤其是陆委会委托我们做统独立场这个分析，那应该这也是在政府部门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虽然行政院陆委会委托我们做统独立场这个民意调查，可是我觉得其他的政府部门啊，并还没有完全接受民意调查作为一个政策决定的一个科学工具，那让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的人员啊，都了解到，其实民意调查是具有科学性的，是可以具有参考价值的。政治版图当然1995年就有那个论文那时候就有，但是你要把它就是视觉化，就是做成图。就我还记得这个板子，你看这个板子，还有那些台湾地图，还有那些每一个乡镇市区的那个板子，是我那时候弄的。每一个乡镇市区，我们还做了好几套不同的颜色，因为怕它政党变色，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准备好几个颜色啊。对，然后怕搞坏了，还要再一些后补的。我们电子化，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贡献，是 KT。选研的 KT2000现在在市面上还有，你信不信？还真的，我有一次去一家民调公司看到一个，它就是 KT2000哦，我一看真是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哦，很好用啊，我们一直在用啊。第一个我要感谢的就是张金律校长给我们增加了人力了。83年张金律校长同时还就拨那个学校相对补助款，协助我们设立那个 KT 的系统。我那时候就跟他提出一些需求，包括除了行政专线之外，能够在选研中心设立20条电话线，那这样选研中心就可以开始从事电话调查的工作。那另外也跟他提出一些关于设备的更新，特别包括电脑等等在内的一些需求，他都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我要感谢的是陈世明老师他除了热心参与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外呢，他更协助我们，就像教育部科技顾问室就申请到这个建构这个 KT 系统。我们在国际化这一方面终于开始有一些成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人我们是应该要感谢的这个包括我们过去的主任谢福生老师还有牛明石老师，还有另外一个王德玉老师他们在把我们引进美国的学术界这一方面呢提供了相当多的这个协助，包括研讨会啦，包括去参加不同的学术活动那另外还有2位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位是 Chris Aiken 老师Chris Aiken 跟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之外还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玩乐他在带领我们进入美国学术界这方面真的是贡献非常的多另外一位就是日本的小林良章先生可贝阿西他在把我们引进日本的政治学这方面的那个所做的那个帮忙真的是非常的大协助我们参与活动，协助我们规划参加各种不同的那个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谢的人。选研中心的同仁对于学术的坚持，我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值得称许的。我们讲那个台湾人认同这方面，我们把它累积起来，其实我想就是讲说，我们做这一点是发扬光大。我们那时候就把那个政党认同这个概念带进来，就讲说，你看密歇根他问的东西是你的心理状态，不是问你有没有参加党籍所以用那个你的心理状态，你在你的心态上你是比较倾向，一开始我们问就是那党内呢还是党外所以这个马上就抓到那个心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台湾还是在戒严时期那个政治敏感度还是在的，所以我们慢慢就抓到这个题目。
真正可以测量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我们应该算说是进口的吧，啊，我们做了一些修正，这个也是选研的产品。我想关于这个统图立场，这个是我们的团队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把它形成出来了。像我们讲这个6分类，一开始6分类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其实是3分类，后来有一段5分类，后来就6分类。但是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会这个6分类再做一些这个合并。我们选举研究中心的研究资料啊，至少已经有200多位以上的研究生用这些资料来撰写他们的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选研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做了许多的调查，也整理了许多有关选举的文献资料啊。那这些确实对于研究者来讲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那从这里说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硕博士论文啦，还有许多老师或同学们的专论专著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我想选研中心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是非常值得称许的。国际化的努力这一方面，还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很早就做的，就是我们的研究资料的分享我们在大人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研究资料释放给国内外的那个学者在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使用的这个选举的资料呢，也跟国内的包括学术界的人，包括那个政府机关，包括那个一般的那个媒体也同时在分享后来我们替中选会建立这个资料库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做得更非常的顺畅我们甚至可以在选举过后的当天立刻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呢跟国内外同时分享，这一点我们算是做得相当不错。我们研究中心从2001年到2021年一共出版了18本书这18本专书其中有2本是英文书。选举研究中心的选举研究期刊历年来都被科技部列为台湾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TSSCA 第1级。真正以选举为专业的期刊并不多，就全世界来讲也并不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居然有这个胆子说，我们就是专门研究选举，然后我们有资料我们欢迎各界包括就是海内外各种专业的人，你对我们这个台湾的选举有兴趣，你就来跟我们要资料，然后你写论文，然后我们有刊物，有专业的刊物来发表。而这个选举研究，我是觉得它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发展。首先感谢就是各位访员来帮我们中心打电话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有几个重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电访室里面是不能使用手机。现在麻烦帮我拿起就是电话，然后拨打第1支电话出去。喂，你好，歹势甲你叫了。阮遮这边是政治大学学生，我的老师即马正在做一项关于民众对社会议题看法的电话访问，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那选举研究中心基本上还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教育的地方，强调理论跟实际的结合除了教他们理论基础之外呢，尤其是实务的操作这个实务的操作包括抽样方法，怎么抽样怎么样设计问卷还有访问的技巧、资料的分析电脑跑出来资料的分析跟解释等等那么都是选研中心对研究助理很重要的训练当时我们也推动一个助理的传承制度所以在训练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特定安排让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做分工，我们希望他对于所有的议题、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接触。那因此，当他能够在选研中心待过几年之后他们到社会各界都受到相当多的肯定。现在我们发现，在政府部门、在民意调查机构，甚至在一些民间企业，都有选举研究中心出来的这个助理。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这个决定，也就是我们不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我们要让它成为全方位对民意调查能够掌握的这个重要干部。在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在硕士班毕业以后继续在国内外深造的拿到博士学位的一共从筹备阶段到现在一共有33位，那其中有21位呢现在就在国内外就在国内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在任教还有人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媒体界的发展，那也有人选上了市议员那么也有人组成这个就是组成那个民调公司，或者是在民调公司担任高层职位。资料的保存电子化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旁边记录的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选举资料、候选人的资料，还有就是我们的民意调查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也把它电脑化我想在台湾政治学的研究里头，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了。那么在这方面，我想选研中心的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那举个例子来说，选研中心培养了很多的研究助理。那这些研究助理们，他们透过自己亲身的参与，可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了，所以以后就写了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或是然后毕业之后也可能一方面从事相关领域的一些教学工作啦，或者到一些民调机构去工作等等。那我想选研中心这方面的推动跟促进的作用，确实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也让政府部门了解到，在政策研拟制定甚至执行的过程里面，民意调查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依据。那也因为这样，也让政府部门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民意调查的工作上面。我们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不纯粹只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学术研究，那我们的研究其实可以作为政府决策部门很重要的参考。除了学术界、政府部门之外，那我们也广泛的让社会大众了解到，民意调查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那并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的从国际能见度的角度来讲台湾跟一些大国譬如像美国啦、中国啦、英国等等，跟这些大国相比，或许当然可能略有些逊色但是如果从大约相同规模国家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台湾其实所受到重视程度已经相当大了。那这里面除了台湾本身因为经济发展因为民主化所受到的注意之外呢，当然另外也多少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局势也都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很多人很关切，比如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然后当然就会注意到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也会注意到台湾内部对这方面议题的一些意见，那可能都会去了解台湾民意到底怎么去走向了等等。往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确实选研中心呢所提供的一些资讯，对于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学者专家我想确实提供了很大的注意了。那我想这个选研中心同样在促进这个国际能见度上来讲，也确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想选研中心对的自我定位我想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学术研究单位。我想选研中心的同仁确实也能够秉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来推动相关的研究工作。当然选研中心本身的人力是有限的因为就这么几个研究人员，所以如果要推动相关的议题的研究，我想光靠选研中心自己本身的研究人员的人力确实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透过其他相关科系或甚至其他学校的老师或同学们的共同参与
我想对于推动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工作，绝对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出主意，然后呢带个头来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在选举研究里面是非常尖端的。那它一定是社会科学，或者不只是社会科学里面跟其他的学科结合的一种那个研究，就是跟国际接轨了跟国际接轨，也就能够跟国际学术界就同样这个领域的那么有所交流能够互相来合作，甚至一起做研究充分运用这么选举研究所累积的资料能够出版几本书了这些书能够很有参考的价值，或者是能够提出这个研究的模型，就是 model 像美国密歇根大学大家都知道的投票行为的漏斗因果模型或者是建构新的理论就像这个 Anthony Dawes 那个什么 rational choice 就是理性抉择的理论调查工具、调查方法这方面要跟着时代在做改进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做民意调查，跟我们那个时候做民意调查，它的人民的沟通工具现在跟当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调查方法要跟进。那有关于选举的研究相当侧重在选民投票行为方面。那么从某一角度来，这其实是一个缺漏因为选举不是只有选民而已，因为也包括候选人，包括政党。那有关候选政党如果进行策略选择等等这方面琢磨的就比较不多。这不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这是事实上整个政治学的问题，因为确实是要研究候选人或是政党的策略是相对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当然我想选举研究中心如果心有余力，能够在这方面也能够分担出一些心力来做一些这方面研究工作，我想确实是蛮有价值的。选中心过去在很多重大议题的调查上面，包括在选举的民意调查上面，甚至一些长期趋势议题的观察上面，其实我们都提供了政府、社会各界许许多多非常丰富的这个资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公正客观的学术研究单位，因此我们的整个学术公正客观立场必须要维持下去。在选举过程，经常丢出一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的民意调查结果，那对学术界，包括我们选研中心长期做这个民意调查工作的，其实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是一个公正客观的工具，结果到最后变成是选举操作、政治操作的这个工具。所以我们从过去其实我们也长时间都在推，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我们希望把民意调查的公正客观性能够建立。我觉得当年在选研中心的工作的那个整个那个场域就是那个同仁一起工作的那个气氛非常好，就是并不在乎工作时间大家基本上中午一定一起吃饭有时候晚上一起喝酒干什么的然后交换一些意见以后，并不是说我下班了就走人，没有就是我们交换一些点子以后，我们有很多事情大家会想一想，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就开始去做实验我们过去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基本上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既是师生关系，然后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又是朋友关系，所以很难建立起比较像政府部门那种严格性的这个工作伦理。那因此我在接任的时候事实上也面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政大选研中心其实
人力相当单薄，资源也必须要靠向外争取，所以我们变成必须要跟助理之间要能够密切的合作。能够在选研待下来的助理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能够去适应这种问题或适应这种比较有难度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会相对来说也比较豁达。其实我想，我跟大部分的助理都一样我们概括这些时间的一个总结都叫做同甘共苦。我们助理本身都已经离开选研中心了，但是呢，我们在聚餐或聚会出来吃饭的时候，很常会聊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些大家一起吃苦的这些生活就是我们怎样被底下的访员就是抱怨或者说我们对访员的一些不满对不对？那我们还是会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就是当笑话在看。但是呢，对我来说，目前我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当然就是因为在选研工作的这段期间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于燕。选研对我最主要的影响，大概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在教书嘛，所以其实选研对我整个应该是生活跟学术影响都有很大，因为我大概就是在这里比较确定说自己想要继续念博士，然后我觉得选研让我打下在量化方面的蛮好的基础。那我就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很多跟那个民调相关的研讨会，然后我们都会跟着洪老师出去参加研讨会，要么老师就会鼓励我们说要发表，或者我们去听研讨会。那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一整排都是选研的助理，还有洪老师，那个其实印象还蛮深刻。我觉得选研的老师他们可能都会给你很正向的。我们以前的时候是24小时，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甚至你只是很无聊，你就可以去选研，因为24小时都是开门的，都有人。选研对我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大家庭。其实我们横跨很多届，但是其实大家感情都很好，然后平常也都会有一些联络。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对我个人来讲，以我的专长，以我所受到的训练，以我的兴趣选研中心是全台湾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场所，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我才可以完全发挥我的功效然后我当然也希望说，这30几年建立来这个金字招牌，我能够帮点忙，尽量让它永远的发光发亮。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想要跟我们的学校领导们沟通的，就是你学校里面有一个单位，它是世界级的单位，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成更大、更亮、世界出名？全世界各地人要研究台湾施政资料，你就要来选研。这是你的政大的最好的资产。